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手上有此相，十有九难穷苦命。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命运差异，所谓同人不同命。有一些人生来就含着金钥匙，成长的过程可谓是一帆风顺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取得成功。但是也有一些人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了，在许多方面都很难有好的发展，即便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是收效甚微，整个人生充满了阴霾与灰暗。今天我们通过手相角度来看女人苦命的手相有什么特征。一、没有智慧线。智慧线反映出了一个人的智慧以及聪慧程度。如果没有智慧线的话，说明此人是比较平庸的，身上没有什么闪光点，脑子也不是很灵光，说话做事给人一种很模糊的感觉，能力一般，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很难取得理想的发展，尤其在工作当中很难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所以就导致收入不佳，生活状态较为坎坷，一生碌碌无为。除了自身命格不好之外，其实与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大多缺乏上进心，喜欢安于现状，所以也就导致注定与富贵无缘。二、掌色暗沉。有福之人的手掌颜色大多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而命苦之人的手掌则青筋凸起，掌色暗沉。这种类型的人气色不是很好，身体状态也不太稳定，容易被疾病缠绕，并且在平时生活当中发生意外的概率也非常高。掌色暗沉的人生性胆小多疑，做事不够果断决绝，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拖延浪费时间，因此会错过很多好的发展机会。再加上自身健康运势不佳，中年时期容易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，会严重影响到以后的生活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坎坷多磨，不管怎么努力都很难以过上安逸富贵的生活。三、智慧线有分叉。在手相学当中，如果智慧线有分叉的话，说明也是非常命苦的人。这种类型的人虽然善于理论和思考，但是往往会想得太多，给人一种优柔寡断，做事不够决绝的感觉。此外，这种类型的人自我意识较强，平时固执己见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懂得顾全大局，也不懂得为他人着想。他们的自私导致在生活当中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，凡事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。此外，这种类型的人与父母和家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，属于感情观比较淡漠的人，所以就导致情感之路异常坎坷，生活状态劳碌奔波，可是即便努力打拼，也始终与富贵无缘。四、智慧线有杂纹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了很多杂纹，说明这种人缺乏智慧，考虑事情比较片面，头脑反应迟钝，很多时候会因为考虑不周到而出现差错，尤其在事业方面很难取得好的发展，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性格执拗，不喜欢将别人的建议听到心里，所以在打拼的过程当中总是会经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很坎坷艰难，可以说是非常命苦的征兆了。五、有漏财纹。如果手相中有漏财纹的话，说明财富运势是非常差的。这种类型的女人本身赚钱能力并不差，但是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，也会因为听信他人或者是缺乏主见而导致财富流失，在金钱方面会有很大的亏损。有漏财纹的女人守财能力是比较弱的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不懂得节制，没有理财观念，所以即便家大业大，到了他们手中也会逐渐衰败。六、手掌僵硬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掌非常僵硬，并且给人的感觉削薄无肉，这也是漏财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本身生活比较的苦楚，成长过程中会经历很多苦难，身边无人给予帮助支持，凡事只能自己一个人面对，
这种手相的女人一生操劳，生活波折坎坷，尤其是婚姻关系方面，与丈夫的感情淡薄，无法从婚姻当中感受到幸福，婚姻出现问题的概率是非常高的。7. 感情线短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感情线很短，没有超过中指的下方位置，这种手相的女人婚姻运势极差，在追求真爱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坎坷不断。虽然对待感情的态度很用心，也很舍得付出，但是识人不清，总是遇人不淑，不仅因此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坎坷，同时也会损失很多珍贵的东西。感情线较短的女人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性，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，尤其在开始一段恋情之前，要考虑清楚两个人是否合适，不要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所诱惑。8. 生命线断裂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生命线出现了断裂的情况，说明健康情况是非常不理想的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命格较弱，很容易出现一些严重的疾病，给她们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。另外，生命线断裂的女人本身心态不是很好，平时容易患得患失，缺乏安全感，尤其在遇到一些小困难的时候，常常会产生抱怨的情绪，整个人的状态是比较消极低迷的。这种不良的情绪也会给他们的健康造成影响。9. 断掌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断掌也是非常不吉利的手相。这种类型的女人自身命格较差，在发展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坎坷与磨难，并且她们在婚后也会给丈夫的发展带来克制，即使两个人感情深厚，也会影响到丈夫的各方面发展，尤其在事业方面很难取得好的成就。10. 手指缝隙大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指比手掌长，并且手指中间的缝隙比较大，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是比较命苦的。手掌有缝隙是典型的漏财之兆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，即便通过努力得到了一些收获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财富流失。另外，手指长过手掌，说明生活是比较艰苦的，属于典型的劳苦命，家人无法给予帮助和支持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，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是生活依然穷困不堪，很难有起色。另外，从健康角度来看，这种手相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比较虚弱，尤其到了中年时期，很有可能会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，比如脑梗、心梗等等。这些突发性的疾病往往没有任何的征兆，会给他们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。11. 事业线较长。事业线较长的女人大多很有事业心，在工作当中非常拼命，为了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，经常没日没夜的工作打拼，很少有时间休息。不过，这种类型的女人虽然工作能力强大，但是情商很低，在为人处事方面不懂得讲究方式，很容易得罪人，时常被领导视为眼中钉，尤其对于女性领导，很有可能被对方处处施加阻碍，让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很是艰难。事业线长的女人虽然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，但是家庭生活却是非常不顺的。由于忙于工作，对家人疏于照顾，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，无法从孩子身上得到回报，并且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孩子越来越叛逆，对他们更是不尊重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家庭生活是非常不幸福的，与丈夫的感情也很淡薄，可能会出现第三者插足的情况。12. 婚姻线有开叉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如果手线中婚姻线有较多的开叉，说明在感情方面发展非常的不顺。俗话说，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，婚姻不幸福也就意味着生活将会变得坎坷艰难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对待感情的要求很高，如果丈夫有做的一点不对的地方，就会无限放大对方身上的缺点，他们很少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遇到问题也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从来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问题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婚姻运势极差，一生磕磕绊绊，很难从婚姻当中感受到幸福。另外，他们对家人是很舍得付出的，
但是所有的付出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。以上这些信息都是从手相中得到的，但也并不完全代表你一定会穷一辈子苦一辈子，还需要结合你自身的其他命理情况以及个人努力来看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以上这些，太认真，反而贪图享受，好逸恶劳，即使命再好也是穷苦命。相反，若有以上特征，也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，假以时日，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变。大家讲讲看手纹，手相决定你几岁能发达。拥有这手相，中年发福也发财。成天在做梦发财有什么用？不如来学点东西，至少早一点就知道自己离发达还有多远了，奋斗才有动力。如今教你如何看待手相，决定你几岁就能发展起来。有了这手相，中年人就有了福。一命运之线起自智慧线，而向上延伸，这类人多半能在中年之后有所成就。缘分线起自然感情线而向上延伸的人，虽然在早年、中年时期运气不佳，但工作时很辛苦，但多半过了40岁之后就会逐渐好起来。二、感情婚姻白头到老，生命线差些，24岁前容易发生大病手术的事情，事业方面有贵人，24岁左右有好机会，但注意命里有小人。三、拇指和无名指都是窝纹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少年时生活艰苦，但只要肯努力，到了中年，到了老年，就能获得地位和财富。四、天文感情线，1号与地文生命线，2号和2为1，即断掌。这类手相的人性格刚毅，有自己的主见，对事情的判断都会尽善尽美，偏财运很旺，金融理财投资可以积累不少财富。古代的相术记录中说女人断掌会夫，这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但这种手相的人的确生来就有财运，再加上自己的努力，中年发财，注定了财富昌隆。第二，手相看贫富，漏财与聚财。从手相中看是否漏财，大体有以下4点。一、看漏财纹。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，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，一直到2指的间隙之处，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漏财纹。大体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，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，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。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攒不住钱的人。二、看手的薄厚。手的薄厚代表一个有的福分浅薄，手掌肉厚，掌肉嫩，当手掌展开时，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，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，这利手相便可以存住钱。而漏财的手上肉少，显得干瘪单薄，手掌展开，手心是平的，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，几乎是一点不存。三、看手指缝。所谓的漏财手注重的是一个漏字，就像我们说的漏斗一样，就因为下面有孔才会漏出去，因而存不住东西。手相也是如此，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，看看你的指缝，如果手指合拢之后不透一丝指缝，就说明不漏财；如果出现了指缝，则说明漏财，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。四、从手相上的财运线，破财纹。财库与漏财手看个人财运以及化解漏财破财的方法。一、财运线。小拇指上部红色的短竖线是财运线，财运线如挺直清晰者财运好，纵然现在贫困，以后也会财运好转。不过纵然财运线很好，如果其他线条欠佳，没有配合财运，也将逐渐变坏。财运线不明显或者没有，财运线有缺陷，比如断断续续不连贯，曲折不直等，表示金钱运较差，这时候受到生活困难的威胁或生意不顺当。
应该请根据本人姓名、生辰八字秘制的五路财神招财符催财转运。参考资料：五路财神招财符、开财门符。二、漏财纹。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，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，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漏财纹。大体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，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，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。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攒不住钱的人，不能聚财。3、财库。手掌肉厚，掌肉嫩，当手掌展开时，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，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，这利手相便可以存住钱。而漏财的手上肉少，显得干瘪单薄，手掌展开，手心是平的，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，几乎是一点不存。4、漏财手。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，看看你的指缝，如果手指合拢之后不透一丝指缝，就说明不漏财；如果出现了指缝，则说明漏财，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。第3、12种负命人手相特征。1、手如干姜夹道必昌。有些人解释成手就像干瘪的老姜，告诉大家这句关于描述财运的短语是什么意思。真正的解释，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干姜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在人体里，《黄帝内经》云：肝变动在握。出生的婴儿，骨若筋柔而握骨，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。肝为将军之官，谋略出焉，肝就像一位大将军，主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能力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，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。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，有勇气，敢闯敢拼，富于冒险精神，有勇有谋，敢为天下先，不畏艰难的韧性。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。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，和他握手的时候，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。女人手如干姜，兴家之人必定是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。拇指分眼纹边缘闭合不佳，影响运势。嫁的丈夫虽然品行和才干都不错，但是夫家的家境一般，需要女士婚后夫妻携手创造财富，也说明女士早年父亲创业会很辛苦，波折较多。这样的女人也是育儿能手，教子有方，多数子女成才，晚年孝顺父母。他们一生都勇往直前，不会简简单单的被困难打倒。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优点去赢得成功，也正是他们的品格会被贵人赏识。哪怕他们1分钱也没有，但出色的表现也会得到富人的投资。他们懂得抓住机遇，赢得成功。2、发达的财纹。手财纹位置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，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。有这种手财纹的，通常是能够守财的，理财能力也很好，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选择适当的投资。大拇指节第2节指腹中的横纹，守财纹。守财纹是手相论财富最重要的纹路之一，此纹最易判断人的一生能否有钱或守得住财，而且几乎无例外可循，一举中的。凡大拇指第2指腹中有横纹均算守财纹。守财纹即代表有财且能守，守财纹长代表入财多，也守的财多；守财纹短代表入财小或不易守财。没有守财纹，晚景可虑，此种手相代表一生存不住钱，到年老需要靠亲友、子女的帮助，或领退休金或养老金过活。假如手掌中的纹路互相交错，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，便称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，不用付出太多，便会赚取很多钱财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3. 太阳丘隆起。
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财富。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，颜色明润的话，其人的赚钱能力会很强，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，并且能存得住的钱，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。4. 理财纹身长，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，叫做理财纹。理财纹长得身长的人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，无论是替老板、上司理财，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，还是自己投资理财，都会赚取很多财富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。5. 手中多财库，在手相中，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，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，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，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，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，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。6. 手心挖弼星家，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，劳付出，宫地狱，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，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，反而付出其湿，如人之劳作付出一般。这是一处火穴，火在人体主心，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。劳宫学家的人前途光明，心地善良，富于献身精神，在集体当中，劳宫学代表大领导，劳宫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。那么什么样的劳宫穴好呢？就是手心要凹陷，凹陷的手心劳宫穴最发达，而突出的劳宫穴力量最薄弱。手心如果突出，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，很难遇到机遇，没有贵人提拔，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。好了，今天讲讲金角在手必富有的黄金手相。一、手型细长，每个人的手型都会有着一些不同，有的人手型比较细长，而有的人手型就是比较粗短的。手相中认为手相细长的人往往都是不需要做体力劳动，在生活中都是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，而且大多会从事比较高级、高收入的工作，不用太辛苦就有不错的收入了。这种手相的人收入都比较好，另外他们还是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，最不缺钱财，生活也是比较富裕的。2、无名指下出现三角纹，身价千万的手掌大小要对称，掌心白色，其次是粉色，手掌厚实，掌心粉色较好，至少命运不会差，有发展的资本。在无名指下面有一个三角纹附着在情感线上，这叫金房子。这种纹路的人一生都很富有，单凭这个手相就可以确定身价100万不是问题。3、手指厚实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指粗而多肉，它往往是财富的象征。大多数拥有这种手掌的人都出生在好家庭，有着坚实的家庭背景，就像他们的手指一样。他们有更好的自身条件和足够的智慧，同时接受更好的教育，这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技能。他们注定不是体力劳动，而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获得高收入，所以可以说他们不需要太努力便收获丰富的财富。这样的人一生不用担心钱，也有很多积蓄。4、掌心有凹陷，掌心凹陷四周凸起，这种情况被称为掌中之水。我们都知道水为财，手心明显凹陷的人可以掌握更多的财富。他们有很强的赚钱能力，有独特的眼光，在身边寻找赚钱的机会，而且能及时把握，有很好的收入。尤其是到了中年，他们的经济财富会变得更好，靠自己的积累有丰厚的家底，生活不缺钱，让人羡慕不已。5、手掌有钱财纹，手掌上的钱财纹是指小指或无名指下的细线，
钱财纹和我们的钱财收入有很大的联系。如果一个人手上的钱财纹多了，而且纹路还很清楚，那就说明这个人的财运比较好，贵人运比较强。他们总能得到很多赚钱的机会或消息，加上能很好的把握机会，能挣到很好的收入。这种人也更注重理财，善于管理自己的钱，钱会越积越多，那么他们是生活中并不缺钱花的人。第二，老话断掌一条线，富贵不相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断掌吗？大家都知道，人的手相是由3根主线，生命线、智慧线、婚姻线组成的。不过有一部分人是智慧线和婚姻线重叠形成一条线，横在手掌中间，叫做断掌纹。也就是别人都是3条线，你的手相却是2条线，这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纹线。对于断掌纹，从来都不缺乏传说，自古坊间就传说男人断掌值千金，女人断掌值1文，意指男人一旦断掌就会飞黄腾达，女人则1文不值。也有民间手相认为断掌代表一个人的心性狠毒，做事容易失去底线。但到底事实如何？下面就根据手相的特点，给大家进行一下仔细的分析。1. 断掌纹的优点。拥有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，所以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，一般比较睿智、聪明，判断力强，能力强，比较重感情，爱憎分明，做事果断，利于事业发展。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，大多是付出比较多，不计回报型的性格，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，贵人较多，有恒心和耐心，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，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。如果手掌很厚、很宣、很软，那是更好。很多有名企业家、官员、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。2. 断掌纹的缺点。断掌纹的人同时比较极端、固执、较劲，容易出错。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，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，得理不让人，不达目的绝不罢手。但是记住，过刚易折，过刚易断，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，比如引起官司、口舌、牢狱。假如手相干枯、露骨、无肉，再有断掌纹，非常容易遇见以上情况。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，那么你可能有偏执的性格，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，会对人非常反感，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人，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，一生官非较多。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的时间，哪怕是自己错的，你也不好改变自己，甚至容易过激。3. 断掌纹的爱情。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，爱的时间他会全心投入，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、幸福，甚至一生一世。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，他便恨得相当强烈，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。断掌纹者刚愎自用、暴躁，也容易感到灰心。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，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相当小心。这种人性格多疑，对人大多不信任，所以断掌纹的朋友婚姻观比较极端。男的还好点，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。如果是女的，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，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是感情很重的人，她们对待感情较真，追求完美，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，很难自控。一旦失去感情信任，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。4. 断掌纹的事业。断掌纹的男人性情中耿，工作能力很强，责任心极强，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由自己独个儿去处理，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。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，非要把一些不大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，也老是牵肠挂肚，非亲自去干他一下，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，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。
尤其是男人，断掌纹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，对待歪门邪道、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排挤，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。事业成大事的人，断掌纹居多。断掌纹的女人也是事业型的人物，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。但断掌纹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，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。第三，手纹乱说明什么？手纹乱的性格特点、命运走势：一、思维活跃。手纹乱的人一般思维比较活跃，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兴趣，但是这种兴趣也容易来去匆匆。手纹乱的人心性不够沉稳，可能需要到很大年纪以后才能慢慢把心沉下来。因为思维活跃，他们也更愿意去尝试很多新鲜的事物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比较容易获得新的机会，但是由于他们耐力不足，因此也常常将机会弄丢。二、命运多舛。手纹乱的人工作不太稳定，甚至是他们的居住场所也不是那么稳定，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会经常搬家，甚至出现换城市、换国家的现象。当然，漂泊不代表不好，但是这无疑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。因此，手纹乱的人在漂泊的过程中，就算能够忍受孤独，能够解决突发的状况，可是年纪大了以后，难免会觉得茫然。三、难守财。手纹乱的人，他们思维活跃又居无定所，因此很难拥有稳定的收入。一些不好的年份可能需要一大笔的开支，这会让他们很难存下积蓄。而且手纹乱的人，他们对金钱的观念不是那么重视，他们没有太多理财的意识，所以年轻的时候赚得多也容易花得多，但是到了中年以后，还是需要为自己的老年做一些打算才好。总而言之，手纹乱的人思维比较跳跃，年轻的时候工作不太稳定，他们有许多的理想和抱负，但是由于缺乏恒心而导致很多事情虎头蛇尾，因此这个手相的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多储蓄，避免老了以后的不稳定困扰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